师傅，您老再不说实话，我可真回寺里继续睡回笼觉了。滚！老衲的米缸都被你吃见底了，再不下山，菩萨都要给你化缘续粮。善缘，我看是银钱缘。第10个了。大小姐，府邸到了，老爷与夫人想必已在府中等候。我的儿啊！你是？是娘，我是娘啊！对不起，娘很久都没去看过你。你爹和2位兄长公务外出未归，你妹妹身子不适，正在歇息。我知道了。我的院子在哪儿？你住的院子在这边。那便是你妹妹婉晴的院子，就在你隔壁。姐妹俩住得近，也方便走动。你看看院里还缺什么，只管跟娘说，娘立刻给你置办齐成。劳您费心，眼下没什么可补的，再差的住处我也不是没住过。杜生，你是不是在怪我们？若我说不怪，那是谎话。只是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些年你们再也没来看过我，一次都没有。是娘对不住你，只是你妹妹婉晴出生后身子骨弱得像小猫，3天2头的病，我们寻遍名医都不见好，后来没办法去求了护国寺的大师。那大师说你命格孤煞，八字太硬，易冲撞体弱之人，若与你亲近，婉晴便养不活。娘也是慌了神，才把我忘了。确实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我理解他们对幼女安危的担忧，从道理上说，我可以接受这个解释。然而，我不接受。杜生，你一路奔波累了，好好歇息吧。等你爹和兄长们回来，我们再过来看你。进。老奴赵氏给大小姐请安。老奴是夫人的陪房，长着内院人事。夫人心系大小姐，特吩咐老奴拨一批伶俐得力的丫头来伺候您。大小姐，这是婢子们的名册和大致情况，您且随意挑拣，若有不合心意之处，随时可换。3魂7魄，竟只剩最后1魂4魄在勉力支撑。说吧，哪儿来的孤魂野鬼，附在这姑娘的身上多久了？与你何干？去！让我来看看，你这只霸占他人肉身的鬼，长什么模样？你是厨房老李家的儿子吗？是他，那个半月前失足落井的李栓子，难怪觉得小环这几日行事怪怪，说话腔调都变了。魂息离散，破物忘停留，敕令逐。
阴阳有序，生死有分。既知生死，为何不入轮回，反要强占他人躯壳，徒增罪业？你不是从寺庙出来的吗？佛家讲究慈悲为怀，普度众生。我与小环的事是我们自己的因果，你凭什么多管闲事？哦，忘记告诉你了，我除了拜在南禅寺主持门下，另好有一位师尊，道号玄虚真人。所以，谁告诉你，我只是个佛门弟子？福生无量天尊，我乃佛道双修。那你更应该明白情之一字，超越生死。我对小环一见倾心，生前无缘，死后能与她用同一个身体长相厮表，有何不可？你既修佛，为何就不能成全我这点心愿，非要赶尽杀绝？成全？你口中的长相厮守，就是抢占他的身躯，磨灭他的意识，让他成为一具承载你私欲的空壳。你说佛家讲慈悲，可惜了，我师父教我经文符咒，渡人渡鬼，但独独没教过我要对你这种强占他人躯壳，还自以为情深似海的男子讲慈悲。若有冤屈，去阴司诉说，但占据生者肉身，戕害他人性命，此路不通。大小姐，是老奴失察，让这等污秽之物进了您的身，老奴这就去禀明夫人，再为您仔细挑选一批干净得力的人来。不必麻烦，就他吧。是，大小姐仁慈，是老奴狭隘了。老奴先将他安置在厢房，请个郎中瞧瞧，待他身子大好之后，再送来贴身伺候。这些时日，您若有什么吩咐，只管先喊外院的几个3等丫鬟，您看这样可行吗？大小姐，可是觉得有何不妥？没什么，就是觉得嬷嬷处事周到，人很好。这个劳烦嬷嬷放在那丫头贴身之处，有助于稳固她离散的魂魄，免得留下病根。是，老奴一定办妥。你吓唬他们作甚？一群普通人罢了。这你就不懂了。我这人呐，天生一副菩萨心肠，最是慈悲，最爱看的就是别人被吓得花容失色的有趣模样了。真好啊，又回到长陵了。许一竹，明日我便去拜访许家。谢谢你。如何？那孩子他还习惯吗？身边都选了哪些人伺候？夫人，大小姐性子颇为沉稳，并未多挑，只暂留了一个2等丫鬟在身边使唤。他还是在怪我，对不对？我知道我不是个好母亲，可当年送走他，我心如刀割，我也是不得已啊。夫人，此女命格奇特，煞气太重，冲克6亲，唯有置于佛前，以佛法徐徐化解，或可有一线生机。若留在府中，只怕熬不过半月。去，拿着我的对牌，即刻去请云锦坊的陈师傅来一趟，要他带上最新的料子，给杜生2体台衣，春夏秋冬的常服、礼服、旗装都多做几套，务必精致合身。再去真离阁，让他们把新到的赤金点翠头面、羊脂白玉镯，但凡精巧贵重的都挑出来，一并送到大小姐那里去。大小姐，这些都是夫人亲自过目挑选的，您看看是否合心意，若有不满，老奴立刻拿去更换。衣裳也都是按照您的喜好选的淡雅素净的纹样。姑娘，您瞧瞧，可还入眼？可以。还有一事禀告大小姐，老爷和2位少爷都已回府，稍后会移步过来与您一同用晚膳。许一叔，你说他们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人心是复杂的，尤其是为人父母者。我猜想，他们大抵是心怀愧疚。愧疚。既然当初选择了舍弃，如今又何必做出这番情深意重的姿态？是为了让自己心安，还是演给旁人看？或许是两者皆有。当年送走你，是他们迫不得已的选择，而今对你的好，或许也是为了填补他们自己心上那块因为小女儿遗忘你而产生的愧疚。徒儿啊，你的孽缘呸，你的善缘已至，是时候下山了。师父，您给句准话，我这条命究竟还剩多少时间？哎，为师不是说了吗？善缘到了，自会明了。阿弥陀佛。世间万般境遇，皆为修行。下山去，经历便是功德。师父，您莫不是收了别人的银钱，要把您这不成器的弟子给打包卖了？罪过罪过，为师何时狂语过？你在佛前这18年，借着香火愿力，勉强镇住了命格和体内的凶煞。然，此法如滴蓝红，非长久之计。若20岁前寻不到那人，觅不得那唯一的解脱之道，届时纵是佛陀再现，为师也无能为力了。寻到那人后，那解脱之道又是什么？不可说，不能说，不必说。你的路终需你自己去走，才能找到答案。去吧，记住，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诸相非相，即是真相。明日我再问最后一次，希望师父您今晚能好好思量，究竟要不要对我说实话。否则弟子可真就赖在寺里不走了。左右不过2年多光景，正好伴着晨钟暮鼓，在师父的米缸旁安心吃喝等死。大小姐，老爷、夫人和公子们都过来了。杜生，这是你大哥江之远，这是你二哥江之恒，请进。杜生回家了就好，往后若有什么短缺，想骗制什么，只管跟你娘说便是。好。杜生，你妹妹婉晴身子还有些不适，怕过了病气给你，今晚就没一起来用膳。改日再让你们姐妹相见，无妨。这些年家里虽没不曾去看你，但每月都给南茶寺送了足够的份例银钱，你怎么衣着如此？因为我将他们都用于布施行善了。师父说，唯有积累足够功德，或能稍稍压制我这不祥的命格，求得一线生机。这些年让你独自在寺中清苦，委屈你了。确实，最初那1-2个月，我总是坐在寺庙的山门石阶上，从天蒙蒙亮，一直等到日头西沉，山影吞没，最后一道霞光。后来我发现，你们再也不会来了，也就习惯了，自然也就不等了。几位慢用，我出去走走，消消食。是我们对不住这孩子，我们欠他太多了。就算我们亏欠在先，他这般态度也太过失礼了。从见面至今，连一声父兄都不曾唤过。你方才为何要骗他们？说书唱戏总要凄惨些才好引人唏嘘，不是吗？
其实，我刚才席间所说，也并不全是假话，只不过，往往还未等足半个时辰，目光便会被山道旁那些游荡徘徊的孤魂野鬼勾了去。他们比起山下那条空空荡荡、永不会出现亲人身影的路，有趣的多了。凡我所失，终非我有；既非我有，何妨放手？不属于我的，即便曾经得到，也终将失去。而那些真正属于我的，无论绕过多少弯路，最终都会抵达。夫君，我昨日心绪纷乱如麻，竟将最重要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竟是忘记与杜生提及婉晴和燕昭的婚事了。明日楚家便会正式登门送聘了，此事不能拖。你待会儿便去杜生那儿与他分说清楚，总要让他有个准备，免得临时知晓，心中更难接受，也与婉晴生出不必要的嫌隙，徒增家宅不宁。这门婚事原是杜生的，可如今偏偏燕昭与婉清两情相悦，情根已深，这也是强求不来的缘分。无妨，杜生那孩子瞧着是个明理的，他会理解我们的处境和难处。夫人，大小姐可起身了，我来看看她。回夫人，大小姐她一大早就出门去了。女儿昨日才归，人生地不熟，能去哪里？劳烦通传，我想见你们家夫人。请问姑娘您是？你只需带一句话进去，许一硕让我来的。去，我们家大小姐归名，岂是你能随便叫的？她远嫁天水城多年，距此千里之遥，怎会托你前来？莫要在此胡言乱语，速离去。你额头日月角低缩，复原早断，应在你5岁那年秋日与水相关。你眉淡且散，兄弟宫暗淡，应是家中独子。现在可以去通传了吗？恕我眼说，不知姑娘是哪家千金，又如何识得我家遗书？晚辈江杜生，劳烦夫人并退左右。现在可以说了。许遗书托我带句话，娘，我想回家了。娘，我想回家了。遗说，你记住，天水路远，人心叵测。倘若有一天你真的后悔了，你就找人给娘捎这句话：娘，我想回家了。届时娘就是拼了一切，也定然派人去接你回来。一说他出什么事了？他死了。不可能！若真出事，王家为何不曾报丧？为何？不会的，去年年末我还收到了遗硕的家书，他说他在天水一切都好，还说等他夫当王瑞来年年底述职回京，便一同回来省亲。3个月前，他无意中发现王瑞豢养外室，争执间被王瑞失手推搡，后脑撞在墙上，当场就没了气息。不，我不信！许一树死后，王瑞对外宣称他是因病亡故，一面扮演着深情，一面却日日宿在外室的榻上。2个月前，我途经天水城时，遇见了魂魄徘徊不去的他，因执念太重，难入轮回，就这么不上不下的困于人世之间。江姑娘，你的意思是？他的魂魄此刻就在这里。天地无极，乾坤借法，真形显现。遗珠，我的儿啊！江姑娘，仙师，我求求你，让我摸摸他，让我再实实在在的抱他一次，就一下就好。将此符佩戴在身上，可保你不被阴气侵蚀。许姨说，给你半炷香的时间续话。娘，女儿错了，当初不该一意孤行，不听您的劝阻，执意要嫁给那王瑞。是娘没用，明知那天水城山高路远，却还是心软让你嫁了，是娘害了你。娘，请您一定要派人去将女儿的遗体从那个肮脏的地方带回来，我不要留在王家的祖坟里，光是想想都觉得恶心。好，你放心，娘让你阿兄亲自去办这件事，一定带你回家。来人，立刻派人去寻老爷和少爷回府，就说家里出了天大的事。许一说魂魄不宜在外久滞，我要将它收入蛊笛之中，这支养魂笛能滋养他的魂魄，防止魂魄继续消散。好，一切都依姑娘所言。
许夫人，我先告辞了。待贵府将许一川的尸体顺利运回，再遣人寻我。届时我为他做法事，助他魂归地府，重入轮回。适才多有失态，语气不好，还请江姑娘见谅。来人，是。报酬就不必了，他已经付过了。在天水城时，用的是王瑞藏在书房地砖下的私财。大恩不言谢。若寻我，可到礼部尚书府。礼部尚书府，江度生。来人，是。夫人有何吩咐？去库房将那匹御赐的月光纱，还有那套红宝人头面找出来，差人送到礼部尚书府，指明交给江大小姐。是，去办吧。仔细些，莫要张扬。姑娘，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确实，是你自己从他身上下来，还是我动手把你从他身上打出来？小娘子，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呦，走路不长眼睛啊！看不出来啊，是个行家。大师，您就行行好，高抬贵手放我这一回呗。这人八字轻，我就是图个新鲜，借他的身子玩半个时辰，见识见识这长陵城的景象，玩够了腻了，自然就走了，保证不伤他性命。好啊，我对鬼魂一向最宽宏大量了。老实点。怎么回事？这人怎么突然倒了？是中邪了还是发病了？占了别人身子玩玩，你这玩法代价是他的阳寿精气，玩够了，他也该油尽灯枯了。这是怎么了？识海深处传来了凡中梦。姑娘，这人方才还好好的，突然间就晕厥了过去。来人，将他扶到一旁阴凉处，速去请个大夫来瞧瞧。有劳。既然如此，我便先行一步了。你叫什么名字？谢近臣。世子，大夫说那男子元气有亏，才会突然昏厥，休养几日便可无恙。去查一下，方才那位姑娘是哪家府上的？是。说吧，姓甚名谁，怎么死的？为何要强占凡人躯矣？大师饶命啊！小的就是个天生的倒霉短命鬼，名叫王大壮。我生前就因为长相丑陋，家境贫寒，别说娶妻，就连女子的手都没碰过。好不容易死了，就想找个好看点的皮囊，接半个时辰，去酒楼里吃点好的，再看看风景，然后就乖乖去投胎了。小的对天发誓，真没想过要害人啊！就是刚才看到大师您实在生得太好看了，小的这心里痒痒，一下子没斩住自己，才出言不逊。这么说，并非有意作恶。对，我才上那人的身不过半炷香时间就遇上了大师您，我绝对不敢伤人的。我可以为你施法，暂时塑造一个可供驱使的躯体，实现一道自行消散，期间不准伤人，不准惊吓妇孺，更不准再做调戏女子这等下作事。如有违背，尝尝魂飞魄散的滋味。但是你得替我去查一个人。大师，您是想让小的去打听那位谢公子的情况？嘿嘿，大师，您莫非是瞧上人家了？你是不是想立刻再死一回？跟我回府，回去便替你减脂成型。好。对了，忘了告诉你，方才打入你魂体内的是追魂符，任你逃到天涯海角，九幽黄泉，我也能将你揪回来。不敢，大师法力无边，神通广大，小的万万不敢，打死也不敢跑啊！杜生，你回来了，你这是去哪儿了？怎么了？有什么事吗？娘是有件事想跟你说，是关于和你指腹为婚的楚家燕昭，他和婉清不知怎的情愫暗生，两情相悦了，所以你们是想让我主动将这门婚事让给他是吗？不是让，是成全。杜生，他们是真心相爱，强扭的瓜不甜。原来这叫成全啊！师父常说我命带凶劫，这18载光阴看似安然，实则是向天借来的时间，而这代价就是要我渡遍众生。还记得去年7月14，我在河边遇到个溺水女子的鬼魂，她非要我帮她给心上人捎信。可笑的是，
那男子在他死后半月就娶妻了。从前我渡的都是游魂野鬼，今日我便当渡一回人吧。这婚事送他又何妨？杜生，娘的乖女儿，是爹娘对不住你，你放心，娘一定会补偿你的。你想要什么，尽管跟娘说。我累了，那你好好歇着，娘就先走了。繁琐强求，皆为心魔。行了，别晃了，我现在就给你捡个身体。去吧。大师，这脸，大师，这脸怎么能比我那本来就已经很磕碜的原身还要丑上3分啊？这走出去，别说吓哭小孩，怕是连隔壁村的狗都得被我吓跑3条街。哦，算你倒霉。本大师现在心情欠佳，难免有失水准，你就暂且先将着用吧。什么人啊这是，还大师呢，就知道欺负我这种没人疼没人爱的短命鬼。许一树，你说可有什么法子能让我彻彻底底的脱离江家，家人除外？为何一定要离开呢？我愿意离寺下山，有一部分原因是想看看这因果纠缠的家字之下，是否还有我半寸容身之地。如今看来，答案已经分明，这里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也没有暖我之心，万念纷杂，不可乱我心。若我当初能有你此刻半分清醒，看出那所谓良缘背后的虚妄与算计，当断则断，或许也就不至于落得今日这般身死异乡的下场了。父母为我取名一硕，取自一世一家，盼我觅得媒妁良缘，多么美好的期许！可惜镜花水月终是虚影，良缘成了索命的枷锁，一世一家成了我再也回不去的奢望。江姑娘，你若真想脱离江家，又不想背负不孝忤逆的骂名，不被那些礼法俗之所诟病，你就得站得足够高，高到让江家女儿这个身份再也无法定义你、束缚你，甚至需要仰望你，高到让礼部尚书府都只能成为你身后的背景，而非头顶的穹干。站得比尚书府还高。大小姐，夫人和二小姐过来了，已经到了院门口。请他们进来。杜生，这是你妹妹婉晴，身子刚好些，听说你应下了那件事，心里过意不去，非要亲自来谢谢你。姐姐，多谢你成全我和燕昭哥哥。难道真是自己灵力有所致赐？杜生，二位还有什么事情吗？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婉晴这孩子心里感激，又想着你初回长陵怕是闷得慌。过几日长陵有个赏花宴，是郡主府办的，请了不少年纪相仿的公子贵女，最是热闹雅致。娘想着不如带你一同去散散心，也好多认识些人。你妹妹也去，正好可以给你做个伴儿，姐妹俩也好多亲近亲近。如果你不想去也没关系。是啊，姐姐，那宴会可好玩了，还有从南方来的戏班子呢。好啊，去看看也无妨。正好我也想要弄明白这长陵城之中让我看不透的面相到底有多少。好啊，杜生啊，那到时候宴会上若是有相熟的人家或是哪位夫人问起你和燕昭的婚事，你的意思是，如果有人问起，我便说是我自己体弱又与佛法有缘，自觉配不上良人，故而主动提出自愿将这门天作之合的姻缘让给了江婉晴，是这样吗？知道了，只是会不会照做，可就不一定了。好孩子，晚膳想吃什么？娘亲自下厨给你做，或者叫厨房炖点补身子的汤。哪还需要用什么晚膳？看见你们二位
我已经饱了。二位若无事，就请回吧，我有些乏了，要歇息了。杜生，你好好歇着，娘明天再来看你。娘，你看他那个样子，冷冰冰的，说话还阴阳怪气，一点也不好相处。我不喜欢他。不许这么说，你姐姐她愿意把婚事让给你，你要记着她的好。她这样是在怨我，怨我这个当娘的偏心。没事，以后日子还长，娘会加倍补偿她的。我现在好像有些明白你为何执意要离开了。人心生来就有偏向，本不稀奇，10个手指上有长短，父母对子女也很难做到全然一碗水端平。可你母亲她这心偏的，未免也太过了。无所谓了，只是眼下身上银两尽缺，处处掣肘，实在不便。不行，得出去转转，看看这长陵城里有没有哪个傻子啊呸！看看有没有哪位与我佛有缘的有缘人，结个善缘，化点缘来使使。你且留在屋里，借着安魂香的余力，好生养养魂体，稳固根基。明日若有机会，再带你出去放风。